牌到手，队友就位，美队总算摆脱了舞台小丑的身份，专属于他的咆哮突击队开始在战场上专打九头蛇组织。可好运不会永远眷顾他们，在一次抓捕佐拉博士的行动中，计划本来天衣无缝，美队和巴基同时跳上了佐拉藏身的那列火车，两人刚摸进武器车厢，身后的门就哐当一声锁死了，美队和巴基被隔在了两头，遭遇了不同的火力压制。一个重装装甲兵盯上了美队，一群杂兵围着巴基群殴，美队那头轻松通关。巴基这边虽然也放倒了几个，但弹夹已经见了底，还有一个杂兵正朝他走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美队撞开车厢门，把自己的配枪甩了过去，联手就把那杂兵给料理了。两人刚聊了两句，装甲兵突然轰出一炮，美队举盾格挡，光波反弹炸穿了车厢，美队被震到地上，巴基捡起盾牌反击，却被装甲兵一炮送出火车。美队火速拿起盾牌甩过去，把装甲兵的人头给收了，紧接着马上冲到车厢边缘，想去救巴基。可火车的把手突然断裂，巴基就这样直直坠入了深不见底的冰川。这可能是史蒂夫这一生都不想回忆的画面，他伸手却什么都抓不住那个总在巷子里救他的兄弟，这次他没救回来。最终这一趟只抓住了佐拉博士一个活口，在将军那套威逼利诱的套餐下，佐拉扛不住，把红骷髅的阴谋全招了。原来红骷髅早就跟希特勒分道扬镳，他打算用宇宙魔方的能量造出毁天灭地的超级武器，野心大到想统治全球。意识到事情严重性，将军立马开紧急会议，下死命令24小时内端掉九头蛇最后一个基地。这任务听着就离谱，众人都觉得根本不可能完成。Why not? That's exactly what we're gonna do. 之后美队单枪匹马骑着霍华德魔改过的鬼火战车就杀了过去，突然身后窜出10几个追兵，美队反手放出拦截索，头两个来不及刹车，直接人车分家，战车紧接着喷出一道烈焰，为首那位当场变焦炭，侧面又杀出俩不怕死的，美队不退反进，顺手送他们2颗菠萝，油门一拧，身后炸成烟花，追兵全灭，前方坦克堵路，他眼都没眨，2发火箭弹顺发，直接给他焊成废铁，随后启动自毁程序，翻身跳车，鬼火战车直撞大门，轰的一声，铁门炸成碎渣。按说完事儿该撤了，但美队好像杀上头了，拎着盾牌在敌营里继续大杀四方，敌人一个接一个倒在盾下。可就算他有万夫不当之勇，面对一群端超能武器的杂兵，最后也只能先认个怂。但这其实是他故意卖的破绽，为的就是给外圈的队友争取时间。他被压到红骷髅跟前，红骷髅憋着一肚子火，上来就是几记闷拳。I can do this all day. 这是史蒂夫第2次甩出这句台词，往后的故事里，这话的分量一次比一次重。红骷髅正准备清空弹匣送他走，突击队突然杀了进来，两边当场交上火，红骷髅趁机开溜，美队抄起盾牌死咬着追上去，同时给外围的队友发了信号，大部队立刻冲进来硬刚。眼看红骷髅马上就要溜出基地大门，美队一盾牌甩过去，不偏不倚正好卡在大门上，他刚想接着追，半路杀出个火焰兵把他挡住了，还好这时候佩姬赶到，一梭子子弹扫下去，这位火焰兵当场就变成碳烤兵了。此时红骷髅已经登上了他的私人大飞船准备逃跑，美队拔了盾牌继续追，顺手把几个挡路的小兵一并收拾了，然后一记马踏飞燕连过 N 道关卡，直扑飞船的方向追去。可问题是他跑得再快也追不上带翅膀的，关键时刻将军开着战车载着佩姬及时入场，美队一登上车，将军直接启动弹气加速，战车眨眼的功夫就咬上了飞船的尾巴。这时候的美队彻底开了挂，直接原地起飞，一跃扒上飞船起落架，有惊无险的摸进了飞船内部。可进去一看，眼前这画面他直接懵了，每一架挂载超能武器的攻击机下面都标着一座城市的名字，什么意思就不用多解释了吧。看来这几个驾驶员一个都不能留了，他靠着一套行云流水的格斗小技巧，瞬间就让几个驾驶员领了盒饭。还有一个刚想偷一架跑路，直接被他物理超度了，但还是漏了一个。美队刚要拦，突然被人从后面断了技能，盾牌也被打掉了，他自己被那架失控的飞机带到了半空中，飞机开始在空中疯狂甩尾，好在他死死抓住了机身，不然已经变成一滩像素了。随后他硬撬开驾驶舱，把飞行员弹射了出去，顺利夺下飞机控制权。接着他掉了个头，绕到主舰屁股后面，二话不说直接撞进了船舱里。现在全剧只剩红骷髅一个人头没拿了，他轻手轻脚摸进驾驶舱，没想到这老六搞偷袭，美队举盾及时格挡，顶着盾直接朝红骷髅冲上去，近身肉搏。没了武器加成，这俩人打得有来有回，毕竟是同款血清喂出来的。红骷髅又掏出一把超能小手枪狂点，美队藏在掩体后面找反打的时机，一个侧身翻滚捞回盾牌，接着反手就是一盾拍翻了红骷髅。红骷髅一屁股撞到设备上，宇宙魔方被弹了出来，他直接徒手去抓，结果魔方的能量当场被激活，头顶瞬间打开了一扇宇宙天窗，红骷髅的身体开始肉眼可见的被撕裂，最后整个人直接没了，被传送去了不知名的宇宙旮旯里。
宇宙魔方化成铁水，不知道掉到了哪个角落。但危机还没下线，轰炸机还开着自动驾驶，导航终点是纽约，驾驶舱已经被打烂了，没法改航线，也没法遥控炸了它。摆在史蒂夫面前的选项只剩下一个了。他通过无线电与守在地面指挥部的佩姬做了最后的通话。他很平静地告诉他，他必须把飞机开到一片没有人的地方去硬着陆。佩姬死死忍着眼泪，和他约好了那支还没跳的舞，没有壮烈的宣言，只有深到骨头里的遗憾和一句承诺。史蒂夫双手压死操纵杆，一头扎进了北冰洋白茫茫的冰层之中。所有人都以为他领了盒饭，但他没有。美队睁开眼，躺在一间纽约病房里，周围的一切被刻意布置成了40年代的风格。收音机播着老掉牙的棒球赛，他冲上街头，迎面是车水马龙的21世纪时代广场。那一瞬间，这个被时代抛弃的士兵脸上的茫然与孤独，比任何一场战斗都更让他无力。他失去了所有那个属于他的年代，他的兄弟，他的爱人，还有那场没跳成的舞。神盾局局长尼克·弗瑞找到他，告诉他战争早就结束了，而他这一觉睡了整整70年。